你说这个是巧合吗？它确实也是巧合。但是当我们拿出来这个巧合再去一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巧合的背后必然有一些东西去做支持。我觉得八字它算作一种数据上的支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去说一个时下最大的2个热点哈。我想这个，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时下最大的热点就是哪吒啊。当然呢，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的一些状况的话呢，时下最大的热点就是马斯克啊，他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什么政府效能部啊，所做出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今天呢，实际上是想从八字当中啊，和大家来去看一下马斯克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这样的一个体制的终结者啊。当然，我们也试探的去预测一下未来的结果和走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下面就会对大家做出一个分析啊。当然呢，我们去起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哈，有一点标题党哈，就是说这个马斯克会不会是哪吒的转世？为什么我想到了把马斯克和哪吒联合在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标题呢？原因确实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哈。其实除了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哪吒这部电影啊，马上要破100亿了啊，它所引起的一个热潮之外呢，实际上我们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啊，很多年前讲过哪吒的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好像标题叫哪吒的前生今世。理论上来讲呢，哪吒它本身的引入啊，实际上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神仙体系的啊，它的原型呢，实际上是从印度引入过来的。当然呢，我们最多了解它的呢，就是从《封神演义》这样的一个小说当中啊，去了解哪吒这样一个最具体的神话人物啊。那么当然，哪吒呢，在《封神演义》当中啊，它所代表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是一种横冲直撞的状态。啊，它就和马斯克今年在做美国的这个政府机能的这个调整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从外界上来看是一种横冲直撞的状态。那么我们先来说哪吒为什么能横冲直撞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小说当中会知道，哪吒本身怎么样？他是一个有来头、有背景的人啊。他的最大的背景是什么？他叫做灵珠子转世，人家不是一个凡人，对吧？那个殷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怀孕3年06个月，3年半呢，才生出一个哪吒来。他这个不是一个凡人，而且生下来就是一个肉球啊，所以他是灵珠子转世嘛，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哪吒他所背负在这一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是在周朝灭商朝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叫先锋官啊，前部正印先锋官啊，他要带领着这个应该说是这样一个时代变革的浪潮，去打破旧势力，这个就是哪吒他的一个使命所在。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2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哪吒怎么样？有来头，人家不是一个凡人。那你像马斯克现在也是一样，对不对？他所身兼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部门的这种改变，也绝对不是说他自己想去这样做的，对吧？他背后是有势力的，可能表面上来看是川普总统支持他的这样的一番势力，但是实际上背后还会有其他的势力，也不见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即将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就像我们说的，哪吒要做的这件事儿，就是引领着周朝去灭掉商朝，他是一个先锋官。而且我们从小说当中啊，能够看到哪吒在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就做了几个非常荒唐的事儿。啊，特别荒唐的是什么呢？荒唐的在于第一个，他怎么样？哪吒闹海，对吧？哎，很多70后、80后，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啊。他就无缘无故的带着混天绫，带着乾坤圈，就到东海当中去洗澡啊，然后就闹海，然后打死了巡海夜叉，打死了龙王3太子啊。你说他这个小孩子他就能闹出这个事儿来，这个事儿还没平息呢，他又闹出另外一个事儿来，怎么样呢？拿那个弓箭呢？
啊，震天剑呐，能把石矶娘娘啊，石矶娘娘实际上是这个截教的一个门人啊，也是修炼了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仙人，把他的一个童子叫碧霞童子怎么样给射死了。哎，你看你这个。从小说当中，我们会觉得这个碧霞童子非常冤呐，对不对？哪吒也是一样，你说他怎么好巧不巧的就射了一把箭，就能引起这样的一个争端呢？哎，你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个都是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熊孩子啊。之所以现在这个哪吒把它叫做魔童转世，这个魔呀就表现了他魔的那一面啊，就像是一个熊孩子一样，他要搅得天翻地覆，他要横冲直撞。那么它横冲直撞的背景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是人间的这条主线，人间的这条主线就是周朝当兴，商纣当灭，这是人间的主线。但是如果你要细读《封神演义》的话，你会知道怎么样？《封神演义》最大的主线还是在天界当中啊，神仙要打架呀。对不对？哎，神仙怎么样？500年犯了杀戒，怎么样？这个时候要让他们重新的进入到封神榜当中，再一次去封神，这就涉及到了天庭以及于什么呀？我们所谓的叫三教的利益。啊，阐教、截教啊，最大的这两方面啊，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之争。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截教的门人最后都被打死了啊！打死了之后封神了，所以你就可以从这儿知道为什么哪吒要一开始闹得天翻地覆呢？啊，打龙王三太子啊，然后又射死了截教的这个门人，然后搅的这个争端搅起来之后，才会有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切口。啊，人间的切口神仙能安排，神仙的接口啊，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发起人啊，把它搅起来之后，把这个事儿搅起来了，才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出来，才会有封神的契机。所以其实从小说当中啊，哪吒是比较早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封神演义》的神仙的人物，也是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原因我认为它的作用就是要挑起事端，挑起仙界的事端，才可能怎么样把后面的矛盾激化，然后一步一步的封神推进，啊。好了，我们把这个小说说完了之后啊，你会发现马斯克真的太像哪吒了，对不对？那么他所带领的是不是也会有2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人间的主线，我们能看到的现在的，对不对？他要去反腐啊，带领着这个新的一届政府啊，他算是一把大砍刀，横冲直撞的去砍啊，去反腐。那么神仙当中啊，也就是说在天当中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主线呢？这个我们是暂时看不到的哈。但是如果像《封神演义》这个小说一样的话，我认为人间的主线是我们先能看到的，但是神仙的这条主线可能是我们慢慢会理解到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再去关注哈整个美国这次大的调整改革的时候，你也会像看《封神演义》这个小说一样，哎，人间的是人间的，天上的是天上的，而天上的可能会主导人间的更多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哦，我真的认为他们俩之间真的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第二个，你去看这个马斯克，他和哪吒也是很相像啊，他也是有背景的。从明面上来看，他的背景是谁呀？是川普啊，对不对？但是背后天上是不是有别的旨意啊？对不对？因为明面上来看，如果人间的主线的话，哪吒是谁呀？谁去给他背后撑腰呢？你可以说是姜子牙，对不对？姜子牙因为他带领着周朝要兴起去灭周，但是神仙的背景是什么？神仙的背景是玉皇大帝呀。啊，他是灵珠子转世啊，灵珠子是什么？就是玉皇大帝头上的一颗宝珠啊，对吧？所以说他也有人间和天上的主线。那马斯克会不会有啊？马斯克人间的主线是川普，但是他天上的主线会是背后其他的什么样的势力吗？这个也不好说啊。啊，有很多人也在去猜测说马斯克是不是外星人，我们都没法去说。但是我的直觉是，他现在所做出来的一系列就有一点像《封神演义》
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一样的，就有一点像《封神演义》当中第一个出现的神仙哪吒是一样的，他要先把事端都挑起来，挑完了之后，后面要做浩浩荡荡大的改革。那你要知道，《封神演义》自从哪吒出现了之后，怎么样？后面真的2条主线充分的展开，人间就是周朝慢慢的兴起，要开始伐纣了，而神仙之间怎么样？阐教截教的神仙。各自献出法宝，各自献出生命一个个归入到封神榜当中所以浩浩荡荡的这个大的历史篇章就展开了。所以未来是不是美国的发展也会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看头。好了，当然有人说了，冠才你只是从一个你所看的这个小说当中能够去判断马斯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我们还是用一个八字的状态来去看一看，马斯克为什么能够作为冲撞美国国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去讲以前你会认为美国的这种效率真的非常的棒，对吧？我们从国内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公平的，效率各方面都是优质的。但是自从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爆出一桩桩事实之后，我们也会看到美国也会有成百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做出了浪费，甚至是有一些腐败的状态滋生出来。好，那么为什么会是他？我们先来看美国的八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关南和大家讲过我们也不止一次的说，美国呢是出生在1776年7月14号独立日如果说排除八字的话呢，就是丙申、甲午和己丑。而美国现在的大运呢，走的是己未大运，然后呢，现在的流年呢是乙巳流年我们先记住这个八字，我们就放到公屏上，大家就看。而马斯克的八字呢，因为马斯克生在南半球他时间呢是1971年6月28号，大概的时间是4点钟左右，就是寅时。但是按照南半球呢，我们要换算成他的八字，就是辛亥、甲子、甲申、丙寅这8个字然后马斯克现在走的大运也是什么大运呢？己未大运，和美国的大运是一样的己未大运。然后流年呢也是乙巳。好，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出现了。我们先把美国的八字和马斯克的八字做比对以前我们把川普的八字和美国的八字做比对，现在把马斯克和美国的八字做比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美国生在丙申年，是属猴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简单一点，大家就能理解马斯克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丙寅时。好了，那这个丙申和丙寅之间，你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前几期节目都刚说过，对不对？这个叫天犯地冲它的年份，美国的年份和马斯克出生的时辰正好是天干一样，都是丙，地支是寅申相冲，天犯地冲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就代表了一种冲撞的力量产生了，而且是天相犯地相冲这是一个力量。但是如果你只说这一种力量，是不是就会少一点呢？我们再来看美国出生的月份是甲午月，而马斯克出生的月份是甲子月。各位，这个问题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甲午和甲子放在一块儿，又是一个天干一样，地支相冲，又叫天犯地冲。这个也是很大的，对不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天犯地冲的力量非常的大。好，又一对天犯地冲。好了，美国出生的日子是己丑日。己丑日，我们来看马斯克现在他所进入到的这个大运是什么大运？这个大运是己未大运，包括美国的大运也是己未大运。好了，他的大运和美国出生的日子又构成了一个什么？天犯地冲你说这个是巧合吗？它确实也是巧合。但是当我们拿出来这个巧合再去一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巧合的背后必然有一些东西去做支持。我觉得八字它算作一种数据上的支持就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就是美国的年月日，对不对？那你从马斯克的这个八字当中，他和年月日都出现的不光是地支的冲而且叫天犯地冲。我们也讲过，天犯地冲是非常大力量的一种相冲。而且从马斯克个人的八字上来讲，我为什么说用哪吒来去比喻他？他真的叫横冲直撞他和美国这样的一个靶子，对不对？你如果说他瞄到别的靶子上可能还差一些，但是如果说他把靶子瞄到美国上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已经有3对天犯地冲了。
而且马斯克今年是什么年份啊？叫冲太岁呀。马斯克他是属猪的，对不对啊？然后今年是蛇年呢，他是冲太岁呀。所以从他个人的本体上来讲，他真的是拿自己所有的一切再去冲撞美国，啊，自己就冲，然后再拿自己另外3柱怎么样，再和美国相冲。莫怪在之前马斯克不止一次的提到，如果说他遇害的话怎么办？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他是世界首富，对不对？他现在背后有那么大的靠山，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啊，但现在从八字上来看的话，我真的认为，如果他就铆定了美国这个排干啊，我们说华盛顿沼泽这样的一件事，他真的要排干到底的话，这个真的有一点粉身碎骨的意象啊！啊，你不能说马斯克现在他就是一个当红人士，他就一定能把美国给冲垮。美国对他的冲力也是有的，对他的损害也是有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哈，真的有一点这种英雄的感觉，有一点这种武侠的感觉啊。确实他是拿所谓的生命再去做改变，有一点悲壮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对马斯克来讲，他实际上乙巳年本身今年冲太岁，而且呢，这种冲太岁乙和辛之间呢本身也是相冲的，所以他出生于辛亥年，乙巳和辛亥对于他今年冲太岁冲的不简单的天干相冲，地支相冲，天冲地冲，冲的也非常的大，所以对他来讲危险重重，真的是危险重重而且我觉得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从我们的个人感觉来讲，他就是一个商人，但是他今年这个乙木是他的劫财对他来讲做这件事儿真的叫做出力出钱不讨好，甚至可能付出钱财都是小事，付出生命真的是大事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所以如果你让我从八字上来去看的话，我更能从另一个程度上来说很敬佩他的原因就在于此。拿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改变国家，甚至是改变世界，甚至是改变人类有一点这种感觉。我们在之前预测川普和这个哈里斯谁能当总统的时候，最后一刻出现了马斯克，然后我们也把马斯克的八字和川普的八字做了一个比对。在那一期视频当中，我很明确的说，2025年的值年卦是革卦呀。我说了，如果说现在放眼世界能够改变，真的改变一次革命像发动一次革命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川普和马斯克了。没有想到我们的视频就放在那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可不是马后炮。但是现在来去看的话，确实是这个样子你像川普也好，马斯克也好，他确实做出了巨大的革命，巨大的改变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很难能看得到的。当然我还是要说，我现在越发能够感觉到的是，马斯克在做这件事儿，除了川普的受益之外，天上的那条主线会不会慢慢让我们去发现呢？这个如果看到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意思一些。但是对于马斯克和川普这一对政治上的联盟兄弟来讲的话，其实对川普压力也是蛮大的为什么压力也是蛮大的呢？我们曾经和大家去讲过，美国和川普两个人八字特别的像为什么呢？美国生在己丑日，而川普生在己未日，他们两个人的日主天干都是己，而到了乙巳年，对于美国来讲，乙是七杀，然后巳是正印，那么川普也是一样。我们在上一期视频当中跟大家说过，川普在2025年面临的是外部的压力，就是七杀星巨大的压力然后印是什么？他内部对他的支持，所以等于是什么？内外交困的一种状态，内外对抗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说，对于川普来讲，攘外必先安内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它的外部也有七杀，内部也有正印对于国家来讲的话，就不存在外和内了，你攘外安内就不存在了，对不对？那可能存在的就是新旧势力。那你会发现今年的新旧势力绝对是势均力敌尽管马斯克和川普在台面上现在这个大
大戏唱得正欢，但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我认为还是很难的啊。那么今年呢，会有几个看点。开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马斯克做出的一系列的事儿，都让我们惊掉了下巴。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看点还没到。为什么还没到呢？因为如果按照冲的话，冲到美国的这个时间，第一个我认为是申月，这个申月呢，基本上应该说第一个就是5月了啊，子午相冲，冲到了5月的话，就是阴历的5月份啊，阴历的5月份就是阳历的6月份左右啊，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大的看点会出现。那第二个冲就是冲到了申月，申月的话就是立秋了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在美国最大看点，或者是说能不能看到第二条主线，或者是马斯克和川普这对联盟能不能受到巨大压力的话，我认为是从夏天开始看的啊，不是从立夏节气，而是从仲夏节气开始看啊，阴历的5月份，再一个申月是什么？阴历的7月份。阴历的7月份，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夏天到秋天的时间，我认为才是整个内外对抗矛盾最激烈的时间所以不要认为说现在是不是表面上就胜出了，表面上华盛顿沼泽就被排空了，不见得哦。所以我想说这一点是什么？对于在美国的朋友，或者是你知道美国现在确实就是超级大国它的一举一动也牵连着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一切还是看好的，但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转变，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去观察的。我说了，马斯克做这件事儿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他绝对真的要抵上身家性命玉石俱焚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最后一个看点就是阴历的12月，就是丑月。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我的思路就是美国的这个八字当中，现在我们只有6个字嘛，6个字有3个地支，每一个地支受冲的时间点上都是我们要看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申月、5月和丑月，按照时间的顺序就是午、申、丑，阴历的5月、阴历的7月和阴历的12月。阴历的12月基本上阳历已经到了2026年了所以这个时间点，这3个时间点都是我深深的怀疑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波动的。当然，这种震荡波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是坏，我们到时候再去看，再去分析。但是你要先记住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来去判断对于你的好还是坏所以以上呢就是关南要和大家去分析一下的尽管呢这个分析有点无厘头从神话说起，但是似乎有一种冥冥的感觉让我感觉越来越强烈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的去看。第一个，人间的主线已经产生，天上的主线会不会慢慢的展现？第二个，现在看似一帆风顺的这样的一些抽干沼泽的作为，会不会在阴历5月份迎来巨大的困境和反扑，给川普和马斯克带来一些麻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呢您能够第一时间的点赞、留言、转发，让我的频道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感谢大家的观看，下一期再会吧。